都说这些天，你天天去秦淮河嫖院，我还不信。你当然不应该信。去了吗？我去了1天。如果我跟你说我是去办公务的，你信不信？你信吗？这事儿说起来有点复杂。是。一开始我也不信，可家里一下来了那么多堂子里的人，有个地缝我都恨不得钻进去。你让我们谁也不要理你。你懂我的，我根本就不是这种人呐。他们说，你连续逛了10几家堂子。我没有啊。没有吗？5、6家吧。他们说你喝花酒喝得烂醉。我没有。没有吗？没有烂醉。他们说你还给那刚死的名妓写挽联儿。我没有。你没有吗？总督大人写的。你真是把娘气得够呛，说你不学好成禽兽了。什么话？这叫怎么就禽兽了？能不能听我好好解释？我说去办公务就是办公务，文武之道讲究的是有章有弛。再说了，大丈夫棉花素柳乃是常事。哎呀，你再说一遍，你跟谁学的？我是气糊涂了，妓院老鸨子说的。你是不是心里就这么想的？哎呀，没有。玉儿啊，我好像扭着腰了，你扶我一把。你想谋杀亲夫啊？你下死手啊你！我没使劲，摔没摔着？我看看。下来！你给我！好，你听我解释啊。南京现在这么荒，我得先把秦淮河搞起来，把客商给引过来，这都是手段呢。你怎么不说总督大人也去了呢？人家还是理学先生呢。别跟我怄气了。解释完了。解释完了。我有什么好解释的？我耍赖是不是？哥，娘让你们别吵架。老二，我这个房间是你想进就能进的吗？我这不救驾来了吗？娘怕你们打起来。什么打起来？你以为玉儿是你们呐？人家善解人意，我跟玉儿能闹什么误会啊？啊，我需要跟她解释吗？哪像你们啊，见缝就……你今天晚上睡外面，别让娘觉得我好说话。出去。今天没肉啊。古先生在吗？卑职，进来吧。卑职候补县令孙二给古先生请安。在家里就不要那么多礼节了，有没有吃过？一起吃。谢古先生爱护属下，卑职已经吃过了。卑职请古先生的事。这么大早上就有公务啊？总督大人说，昨天秦淮河送的礼物他已经知道了，不算受贿，请古大人安心的收着。有什么事儿他担着。哦，我说呢，我说怎么昨天晚上我家里进来这么多人？原来那些礼物是要送到两江总督府的，啊，本来是这样的，可总督大人说，振兴秦淮河的事儿是古大人您的主意，论理他不能收。总督大人当真是心胸广阔，光风霁月。古先生是足智多谋，那个什么赛过诸葛亮。总督大人还特别说他是孔圣人的弟子，您是管仲、管圣人的弟子，您就安心收着。他那是整我。总督大人给大姑写的挽联都已经准备好了，还准备了一些礼物。今天请古先生代表两江总督府去一趟秦淮河。对了，他就不方便去。卑职请古先生的事，咱们是坐船还是坐轿去？坐船嘛，坐船低调一些。是，那卑职在外面等着先生同去。好。娘，你还生我的气呢？
你觉得你儿子是那种穿上官衣就去嫖院的人吗？还是说，你怕玉儿吃亏啊？哎，四爷，你我可是过命的交情啊，你不能不相信我。你就别带着廖师傅去练你的内功了，你坐下来听我聊聊吧。我是相信你。玉儿告诉我，昨天晚上你说大丈夫，棉花塑料都是常事。我昨天晚上说了那么多大义凛然的话，你怎么就跟四爷说这么一句呢？还有这种话？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儿大不由娘。不是啊，娘，你说，我听着。你虽然不是什么官，但我们现在住在两江总督的驿站，这些都是真。我不识几个字，但我毕竟活了这把岁数，总算是懂得了一点点的道理。你看看戏台上那些小妖精、小兵，翻跟头、竖蜻蜓，耍得热闹。可你再看看台上的皇帝、宰相、大将，哪一个翻跟头、竖蜻蜓的？这里边就是一个道理。你穿什么衣服，是什么身份，就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连这点都拎不清，你莫不是不要脑袋了？是，娘教诲的是。我知道，你不是糊涂蛋，不会刚刚进了南京，你就喝酒嫖院。我不相信，玉儿也不相信。那些总督们要你干什么？他们相中你的是什么？无非是你没靠山，有才华，拿你当刀把子使。可他们是真正的高官，就算你帮他们把南京搞得繁华富丽，只要有一个人说一句，他们作为高官，竟然喝酒嫖院，皇帝要是怪罪下来，他们要借一个脑袋去应付公事，你觉得他们借谁的脑袋更合适？那他们也太卑鄙了。侯爷，我就一句话，你娘的见识比你强多了。昨儿一宿我跟四爷就没睡觉，在床上是翻来覆去的替你想脱身之计。我知道你想救世，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把我们搭进去了，害得你娘忧心忡忡，这不都是你的罪过吗？是儿子考虑不周了，娘教诲的是。你这个人吧，又是事事往前冲，只进不退的性子，你把自己害了，到时候也把玉儿搭进去了，那我怎么舍得啊？还是娘，您想得深远。你呀，也不必过谦。这等妙计呀，天底下很少有人想得出来。不过这些事情啊，放在商道里可以，要放在官场上，那可太危险了。你呀，太过出头。俗话说，枪打出头鸟，到时候杀头，流放抄家，那个日子真的来了，你后悔莫及。你们莫要再吓唬他了。去忙吧，砍头、流放、抄家，我都陪着你。你们若是管得他寸步难行，他天天在家里看着我绣花，我更受不了。他现在知道了就好了。这是4大横的银票，没有标记，1万两一张，随处可取现银，一共20万两，请大人赏收。贤侄啊，这笔钱可是帮了我的大忙了。这些钱不算什么，如果能解老师叔的燃眉之急，侄儿这心里就宽慰许多，侄儿的事儿自然也就好办。今收到义商李钦捐赠银
20万两，这是两江总督府的收条，这上边有我的大印。将来我奏明圣上，定有恩赏。重建南京城，凡是捐款的义商，我们都要勒实名碑，立在两江总督府的门口。这可是天大的功德呀！老师说，我爹吩咐了，这钱不必打收条。哎，不可不可，这是南京城的钱。啊，老师叔真是朝野闻名的理学大家，清廉如水，高风亮节，侄儿佩服。哦，清廉如水，高风亮节，未见得吧？你说这话可不能口不对着心呐。侄儿说这些话呀，并非拍马屁，望老师叔明鉴。前几日听说师叔跟着我那位姓古的兄弟，到秦淮河上去吃酒。师叔一生理学，能自污面目，想必朝廷应该能懂得师叔的苦心。哎呀，想不到李百万竟然有这么个好儿子，太让本督嫉妒了。哈哈，果然不是俗物啊！我这点小心思，你看的倒是挺清楚。不敢不敢，师叔是半个圣人。啊，到死也得夹着尾巴修行啊！你以为圣人那么好当啊？侄儿知道，侄儿这尾巴夹得紧着呢，就是侄儿的这个事儿。南京城现在什么都做不了啊，军队遣散不了，这当兵的就有怨言，军纪就不好，万一哪天闹出点事儿，那可就糟了，多年的修行毁于一旦呐。师叔，线下就有现成的办法。您看，这是我爹平常在做生意的时候，别人抵押给他或者卖给他的盐田的地契和盐铺的经营权。线下太平，怎么个章程？师叔您吩咐，我一定照办。此事办成了，师叔那点饷银，自然是小意思。哎呀，李百万这些生意，他做得过来吗？啊，他也不嫌累。我爹的生意做大呀，帮世叔办事儿，那腰杆子才更硬。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刀枪，远不及世叔霸气。哼！大人，大人啊，早晨起来干嘛去了？啊，刚去送了挽联，在大姑的灵前哭了几声。你又不认识他，你怎么哭得出来呀？那大人挽联都写了，我哭2声啊，全当是赠送了。况且，这也是我心有所感呐。所感什么呀？哎，这个大姑论年龄，当你娘都够了。大人这么好，把功劳全推给了我。昨日半数堂子的姑娘全涌到我家里去了，给我老娘气的，让全家人都别搭理我。我媳妇儿直接把我赶到厅堂里睡了一宿。你说我为国操劳也就算了，最后换来这么一个结局，我一想，我心里这个委屈啊，我你整我，我还不得整整你呀？行了，一会儿我写封书信说清楚，你这是办公事，给你老娘啊，别因为我受了委屈啊。但是我老娘也说了，啊，真要是为了江南百姓好，倒也无妨。只要大人能保我全家平安，学生我愿意粉身碎骨，在所不惜。哦，这可自然。孔夫子说：“焉知来者不如今呐！”啊，哎，李钦送来了20万两银子，我想拨10万两银子给金陵印书社，盯着把四库全书好好印出来。剩下的10万两嘛，留3、5万整修秦淮河，拓宽河道，清淤，整修房屋。再剩下的钱嘛，修修贡院，修修道路。
哎，你说的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就是这个意思吧？哎，大人英明，这金陵印书社我一定给他定好。我打算这事儿吧。还慢来，你小子别想躲清闲。这怎么是躲清闲呢？校刊书目对比版本，多重要的一件事儿啊！这事儿用不着你去做，闲着的读书人有的是，你不用管啊。我问你，你懂不懂盐政？完全不懂。不懂可以学嘛。你来之前我就听说了，你茶叶卖得很好啊，是此道中的高手。了解盐政有什么难的？啊，这个李百万借着军费报销的事情，想让我支持他。他花了好几年的时间，竟然把江南大大小小的这个盐铺盐田都拢在他自己手里了，逼着我认账，这样不等于把国家的税赋全都交到他一个人手里了吗？危哉呀！不过这个李百万吧，确实有眼光，厉害，好厉害。怎么，怕了？国家一直用盐引当做专卖权，发给这些卖盐的生意人，啊，每年让他们交钱。这在过去呢是个好法子啊，可是承平日久，这帮盐商贪婪至极呀，对上应付朝廷，对下随意涨价。打过仗的几个省，盐价比米价还贵。要我说呀，就不能把这些东西交给他。天下人的钱，天下人挣。国家不能养出个怪物来，见什么吃什么，啊？大人，要是凭资本、凭能力，我真的是远不如那个李百万。承蒙您抬爱，但是这件事儿，我真的做不来。临阵脱逃，按律当斩。我知道，你们是旧相识。这个事儿你要给我办好喽，我给你个功名，啊。哎，要是办不好，军法伺候。诸位少礼。咱们一样一样的说啊。现在呢，有10几个国家的洋人行公文到两江，一来呢是要求恢复他们的教堂，二来呢是要在这儿做买卖。自打南京条约签订之后，各国都要求平等经商，这是国家千年未有的大变呐。究竟该怎么做，也没人知道。哎。你们哪位做洋务有经验的，可以去谈一谈，啊！大人，我愿意一试。哦，李公子，啊，你们家做过洋人的生意，哎，可是古先生也做过，不如你们俩一起把这事情接了，也好有个照应啊！啊，是，啊，大的原则就是平等相待，不卑不亢。请大人指教。对洋人不可用天朝上国的那个腔调，妄自尊大。他们的那铁甲舰和火炮可不是摆设，哎，也不用一味的怕他们。合理的事情，该办就得办。至于做生意嘛，在两江地面上做生意。你们去做，就一句话，只许赢，不许输，给洋人立个规矩，不能让他们胡来。李乾，你是朝廷的候补道，传官音去。是。第二个是嘛，朝廷下了旨意，要恢复盐铁专卖。国家税赋大部分来自于盐政，所以得赶紧统算一下江南一地，这盐田有无地契，所有人是否还活着，有多少家盐铺，
现在江南7省盐比米还贵，这是绝对不行的啊！除了他们2位，剩下的人赶紧下去分工，把各省各县的情况摸一下，别耽误了朝廷的差事。你现在住的那客栈里头呀，墙都是透明，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你。你知道吗？现在这老家伙要玩斗鸡，让咱俩先弄得你死我活，等咱俩都没劲儿，他更不可能把盐田吐出来。你有店铺，有地契，都是你真金白银买的，你怕什么？朝廷要跟我讲道理，我当然不怕呀。那问题是他不讲道理，那手里这东西，跟一坨废纸有什么区别？看这个地方，实在太凶险了，你真的别往这里扎。你倒我愿意，他把我全家都弄来了，我现在不进这个斗鸡场都不行。咱们得想个招，不能让那个老家伙把咱们给玩了。但愿你说的是真的吧？你看，这老东西够厉害的吧？咱们还没有进斗鸡笼呢，已经开始互生疑心了。对啊。According to the Nanjing Treaty， 根据《南京条约》和《望厦条约》的内容，我们认为在商业开放的格局下面，各国待遇应当平等。我们目前在商业问题上没有办法进一步深入，这对双方而言都是损失。尊使大人指的深入是哪个方面 What do you mean by going further? Okay, going further, but it means we have capability. 像蚕丝、纺织生意、茶叶生意、药材生意，我们有资格也应当被允许来到中国做独立投资。我们来做我们的纺织厂、银行和药铺。Is that right? 独立投资，我们目前还没有足够的权限。此事可能需要你们到京师的总理衙门去。两江地面上目前没有人敢做主。我们有自己的纺织厂，就像江南，有很多缫丝厂。They have textile factories, and there are many furniture factories in Jiangnan as well. Okay, let me show you something, all right? Bring it up. Let me introduce it today. This is my honor. 在这里啊，有幸向各位介绍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珍妮纺织机。它是英国兰开郡詹姆斯·哈格里维斯以他女儿命名的，它是伟大的工业革命的开端。And this machine can have 它可以同时纺织80个纱锭，后来历经改造，现在以蒸汽为动力。Well, we have this kind of 300 machines, 300 factories working in Cape Town. 现在在开普敦有300家纺织工厂。 It's a monster. 它并不是一台机器，这是一只怪兽。相信我，整个中国的蚕丝都没有办法去喂饱它。由它纺织出来的布料高密度、廉价、优美。那是不是等这只怪兽进来，我们江南7省的丝工都不用吃饭了？ Okay.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it. We need a lot of workers. And pharmaceutical business. 他说他们可以过来当工人。我们还有药业、印刷业、制造业、冶金业，我们需要大量的工人。欺人太甚！你们这是商业谈判吗？自己说叫商业平等贸易自由，这算什么？把中国的厂子都搞垮，把中国人都买去做苦力吗？你跟他们生气没用的。总督府就是因为没有办法，才把皮球踢给我们，我们就这么回去了。他们能有办法吗 Okay. And what's your final word after this negotiation?
还是请你们给一个最终的答复，因为这是最后一次谈判了。我可以马上给他答复，但是我要确认一点：所谓机会均等，是不是代表我们的商人到贵国去做生意也是完全被允许的呢 We have the equal opportunities. Does that mean they also can do the business in your country as well? You are welcome in London and Washington, the African colonies. 他说：“欢迎你们去伦敦、华盛顿，包括他们所有在非洲的殖民地，机会是均等的。上帝永远会把钱给最贪婪的人。让他们少来这一套。这个不用翻译。我还想明确一点，他们想要经营的这些行业，若是在国内已经没有商机了呢？ For the industry you want to operate here. You are officials. You are not a business people then. 他说：“你们是官员，不是商人。”哦，你告诉他，在他面前的这2个人不是什么官员，是如假包换的大清商人。他们想要的丝绸业、药业、茶叶，在我们国内都已经没有再投资的空间了。就算江南可以网开一面，最终他们还是会无功而返。 你们先走，来。给他们气得心口疼，你知道吗？他们这叫谈判吗？啊，这不就是例行通知我们吗？就好像有一个强盗跟我们说，可不可以拿点钱花？不就这么个道理吗？想不想跟上打死他？哎，走，回上，你搀着我。道光22年，废了13行，国门大开，8方争利。 洋商身后就是炮舰，虎狼一般要分食我大清。这洋人的厂子要是一开，江南7省的这些职工可就都完蛋喽，哼，都得上洋人的那个工厂里头去给人家当奴隶呀！哎，我们人口这么多，哪能都甘心给人家当奴隶呢？您之前看过这些照片吗？哎，我看没看过有什么用啊？这些话要是跟京城那些大人们说，他肯定得说。 你们只重视奇技淫巧，再说多了，帽子就没了。两江是两江，朝廷是朝廷。这么多年来，一点改变都没有。你说对了。朝廷这些大人们那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你看看江南这些总督们，有谁说这个呀？都是讲理学是最安全的。 我是商人啊，最快的办法，我花钱把机器买回来，搬厂，大不了我多花些钱请洋人的技师啊来教胆。哎，你这话别在我屋里说啊！还是得学人家的方法。要是有一天洋人不卖机器给我们了，那时候怎么办？越说越不像话了。这要是传到京城去。 哎，那比我逛秦淮河还麻烦。报，急报，有灾情！快点，南通县令到了没有啊？啊，有多少灾民呢？还闹事了没有啊？胡大人。 重登兄，哎，你吓死我了！我以为进来个洋鬼子呢。我在印度找一个英国裁缝搞了这么一身，确实是敢穿着玩。刚才在外面，把路上人都吓坏了。你这刚从印度回来啊？啊，来进来，快进屋跟我说说你的见闻，我洗耳恭听。什么？你也要出去跟他们做生意？一言难尽。总之，现在的局势危在旦夕啊。 老爷，京城4大行的东家到了。4大行，这是破天的字号啊！怎么着，老哥几个组团来的，事先也不说一声啊！来，请坐，请坐。
李东家，拜您所赐，咱们四大亨离关门不远了。到时候我们4个闲人还要求您赏碗饭吃。昨天江南丝绸行来了一笔钱，就先存在那里不动了。干嘛不动啊？您不是最喜欢拿出去换英镑吗？直接存到祥和好了。我攒够了再存。哎，三哥，哎，来，你坐。您把现银都掉光了，这四大亨垮了，还有谁敢跟你做生意？你们红头胀脸的，就为了掉钱的事儿，啊？哎，你先坐。各位，过去天下的权力在朝廷，那时候真的是躺着就把生意做了。可是这么多年仗打下来，你们以为权力还在朝廷吗？你们要是这么想，3年之内，所有人都得卷铺盖卷走人。我到那边一看，我们已经给洋人抄了后路了。哼，洋人，洋人在那大吉岭种了几10万亩的绿茶，树种是从我们这儿偷走的，我胆都惊碎了。他们那儿啊，也不讲究什么名钱，不讲究什么炒制，就把茶青晒干了，烘一下就行了。那还好啊。好什么好啊？你知不知道，洋人用热牛奶冲茶，还得加上糖，加上玫瑰花，喝得我一嘴酸溜溜的，不知道什么滋味。可是，人家印度茶廉价呀，大量的销售，洋人更买他们的账。但是依我看啊，还是得另想办法。这战争刚结束，洋人想把茶叶、丝绸、药品的生意都给占了。两江的官府啊，让我们在两江地面上和洋人打一场商战，说只许胜，不许败。什么叫只许胜，不许败？洋人现在在做的就是大量的收购，大量的压价。你知道吗？我今天在两江总督府翻账目册，他们洋人的代理把两湖两广、浙东浙西的蚕茧收了7、8成啊。知道7、8成是什么概念吗？这么多，他们玩的这么大，就是想要自己定价。要是将来茶叶、丝绸、药品都由他们洋人定价，那和大将军丢城弃池又有什么分别？所以我说危在旦夕，危在旦夕啊！这不是一句开玩笑的话。你的意思是，朝廷危在旦夕？是整个国家危在旦夕。我不爱这个朝廷，但是我爱这个国家。每当我看到洋人那些杀之鸡、蒸汽机，我都会心惊肉跳。他们洋人的一台杀之机抵上我们80个职工，效率是我们的10多倍。以蒸汽机为动力，可以全年无休、昼夜不停地开工。你也知道，洋人想要在中国开厂，成本是何其的廉价。将来我们的工人，要不然就在洋人的厂子里一辈子为奴，要不然就会爆发出一场更大的祸患。这还只是纺织一项，其余的林林总总，我真的不敢多想。傅兄弟，你真是没有白在官场上混，一开口就是忧国忧民，让我惭愧了。之前在安徽种茶的时候，还跟茶商会的当家人窝里斗。那时候觉得自己好像很聪明，去到江宁，不出10日我就自惭形秽。法国人、英国人、葡萄牙人，他们举全国之力来和我们做生意，用的是最先进的技术、最精良的武器、最强硬的态度。他们想干什么？他们想把大清给吃空了。我们呢，还浑浑噩噩的不把人家当回事，
天天我大清我大清，在那里目空一切。没有以后了，没有票号了，也没有李百万，大家还看不出来吗？人家现在是拿枪拿炮逼着你做生意啊，要么输，要么赢，哪还有什么仁义道德可讲呢？江南一地现在元气还没恢复，洋人也多，将来是否能生存下来，就看在南方能否立住脚。我把两淮的盐业全部拿下，接下来就是把茶叶、丝绸、药材的专营专卖吃下来。到时候，四大行还得给我支持啊！你们多投一点，将来就多分一点利。你们在家数钱不好吗？嗯，李东家，两淮的盐场，你拿下多少家了？142家。我一边悄悄地拿，一边还得防着两江的督府拆我的台。将来需要资金的调度，老哥几个还得继续支持。四大行支持可以，不过以盐场的利润，四大行将来至少要占到30%。大家都是无利不起早，我看这个事情可以。好啊。李兄，咱们只是商人，没有办法替朝廷做任何决定。但我想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联起手来救市，延缓洋人进我们大清的速度。至于其他事情，那就得交给更有能力的人去做。好，太好了，你决定动，咱们一起。哎，国兄，我怎么觉得在你家里浑身不舒服啊？怎么觉得自己跟猴子似的？你们这是做什么呀？想看的话，进来大大方方的看。我们李兄这是刚从印度卖茶叶回来，是不是看着不习惯了？我觉得很英俊啊。行，看吧。怎么样？是不是特别稀罕啊？还有这么穿衣服的，我像一只长腿的鸡。是洋人的膝盖不会打弯，用棒子一吹就倒地上了。谁告诉你的，老爷子？你为什么头上顶一个痰盂呢？哎呀，好了，散了，没什么好看的啊！散了，我也想来一下。散了，我也想要一下。娘，你怎么也来了？哟，老太太，您来了，你有什么吩咐？他们都扎在门口啊，我没看见。我没事儿，你们聊。这些年南边打仗，反贼常取海棠条石修城筑垒，致使多处海棠受损严重，加之国库空虚，致使海棠年久失修。昨天报南通的海棠崩塌，受灾无数，正在统算灾民的数目以及赈灾所需要的银两和粮食。现在指望朝廷是指望不上了，我们得想办法。大人，李家愿为大人分忧。来的时候我爹吩咐，要处处为大人效劳。您有此意，我此刻就回京师，筹一笔钱来把这海棠修了，如何？其心可嘉呀！啊，哎，但是有一样，我这个人不做糊涂生意。修了海棠，你要什么呢？我给您呈过一次那单子。江南140几处的盐场。如果您能帮我把此事办妥帖了，日后用起钱来也更方便。哎呀，你看看啊，这话说的可有点直白呀！啊，哎，你们李家自己购买的盐田盐铺，何须我两江总督府出面呢？我们手头是有一批能找到原主人接收，但是有一些甚至已经被当地的恶霸给霸占了，还有一批。
我们手里头光有地契，能接收的人全都已经死了。我爹说，这次两江总督府若是能助李家一臂之力，日后定当全力以赴为总督大人效劳。哎，你怎么一句话都不说呀？这可不像你呀！啊，大人，我言叶我一窍不通。盐业本是朝廷专卖，如果把这权力都放在商人的手里，势必内轻外重，对朝廷也不好。哎，我看要不这样吧，不如你们两个人都去修海棠，分成东西各修一段，到时候评选优劣，修好之后，我替你们去请功，顺便奏报盐田之事。若是李公子你赢了呢，那两江总督府责无旁贷，一定出面替你平息此事。大人，我不明白这修海棠跟盐场到底有什么关系？贤侄啊，你是不知道我这压力有多大呀！所有人都以为我在这个地方赚了多少钱，我要是再主持把这2环盐业都给了你们家，那背后参我的折子不得比城墙还高啊！啊！并肩登楼，一起走向头。风雪踏过山海途游，人世道险与凶，心一诺千斤重，为了向命运的捉弄。相逢间无语中，望风化意匆匆，半只脚共闯荡，如日初升。也曾拥凌云梦，天地必入怀中，会春秋。岁月峥嵘，当时手段千百种，也见过那李子将人心渐渐满空。生与浊世所幸，彼此曾患难与共。谁赢谁赢，好似一场梦。相逢间无语中，他浮华已匆匆，剧中人总神仙。